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大家有没有过那种越努力越崩溃的时刻？比如周末花3小时整理衣柜，把 T 恤按颜色排得整整齐齐，结果周一早上急着上班，翻找的时候直接扒拉成垃圾堆。或者跟着美食博主的零失败配方做巴斯克蛋糕，精确到克的糖和芝士，烤出来却变成了焦糖蛋饼。再或者职场里按钮层写了8页的汇报 PPT， 结果客户一句太形式化了，直接说重点，全白费功夫。我前2周就干了这事，为了拍高效办公桌的 Vlog， 我把桌上的文具按常用程度摆成金字塔，连便签纸都要朝同一个方向。结果当天加班到10点，咖啡洒了一桌子，金字塔直接变成废墟。那时候我盯着乱成一团的桌子，突然想，我们拼命要控制的混乱，到底是真的麻烦，还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套了枷锁？直到我看了《鱼不存在》这本书，才彻底被点醒，原来我们从小深信的秩序，从来都不是世界的真相，而是人类为了方便理解，硬给世界套的滤镜。今天就和你们聊聊这本书里最颠覆我的3个认知，以及如何从对抗混乱，变成和混乱做朋友。1. 我们拼命找的秩序，其实是自己编的童话。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觉得鱼存在吗？肯定有人说这不废话吗？海马、鲨鱼、比目鱼不是鱼是什么？但书里的案例直接打了我的脸。科学家研究鱼类的时候发现，鱼根本不是一个自然分类，而是人类造的标签。比如鲸鱼不是鱼是哺乳动物，海马是鱼，但按传统分类。比目鱼2只眼睛长一边的鱼，和鲨鱼、软骨鱼居然能归到鱼这个大类里。更离谱的是，进化树上，海马的亲戚是海龙，而鲨鱼的亲戚是鳐鱼。它们的进化路径差了足足4亿年。说白了，鱼就是我们为了方便，把生活在水里，有其能游泳的生物硬塞进一个盒子里的结果。就像你为了整理书包，把铅笔、橡皮、笔记本都放进文具袋，但其实铅笔是木头做的，橡皮是橡胶做的，根本不是一类东西。这就是书里最核心的观点，秩序是工具，不是真相。人类天生怕混乱，原始人要分清能吃的浆果和有毒的蘑菇，所以必须给世界分类。现代人要应对职场、社交、生活，所以必须给自己定规则。比如早上6点起才算自律，职场必须穿西装才专业，朋友圈必须发正能量才合群。但问题是，当我们把工具当成真相，就会陷入越控制越崩溃的循环。比如你为了自律逼自己早上6点起，结果因为睡眠不足，白天工作效率低。为了专业穿西装去见年轻客户，结果客户觉得你太老派。为了合群发正能量朋友圈，结果自己偷偷在深夜哭。我们不是在解决混乱，而是在创造新的混乱，因为我们的秩序根本不符合世界的真实样子。书里露西亚说的特别戳人，鱼不存在，因为鱼是我们造的标签，世界本身才不管你怎么分类呢。其实生活里的很多痛苦，都来自我要让世界符合我的秩序，而不是我要适应世界的本来样子。2. 打破秩序迷信的关键，先学会给混乱留口气。那我们该怎么跳出秩序陷阱？书里给了2个特别实在的动作，我试了2周，居然真的不那么焦虑了。第一个动作，每天留10分钟不按计划来的时间。书里讲了个日本禅宗大师的故事。大师每天都会坐在河边看水流，有人问他，你在看什么？他说，我在学怎么不控制，水流不会按我的想法流，但它还是能流到海里。风不会按我的想法吹，但它还是能吹绿树叶。我把这个方法改成了每日混乱10分钟，比如早上不刷手机，随便翻2页没看完的书，哪怕是漫画，或者下班路上不坐地铁，绕路走一条没走过的小巷，再或者周末不安排任何行程，窝在沙发上看老电影。刚开始我特别慌，总想着这10分钟是不是浪费了，但慢慢发现，这10分钟反而成了我一天里最清醒的时刻。当你不再叮嘱接下来要做什么，才能真正感受到当下正在做什么。比如昨天我绕路走小巷，遇到了一个卖糖画的老人，他给我做了个兔子糖画，我站在路边慢慢吃，居然想起了小时候奶奶带我买糖画的日子。那10分钟里，我没想着工作，没想着要拍 vlog， 就只是吃糖画，反而比花3小时整理衣柜更开心。第二个动作，把权威说的对改成我试试再说。书里还有个特别经典的案例，哥白尼质疑地心说的时候，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，地球是宇宙中心是教会说的，是亚里士多德说的，怎么可能错？但哥白尼偏要自己观察星空，最后证明太阳才是中心。露西亚说，权威是起点，不是终点。我们很多时候的迷茫，不是因为没有秩序，而是因为把别人的秩序当成了自己的。我之前做自媒体，总跟着大佬的攻略走，标题要加问号，封面要放对比图，内容要分3个点，结果做出来的视频根本没灵魂，粉丝也不买账。后来我干脆不管这些规则，
拍了一期我是怎么把办公桌搞乱的，没想到评论区炸了，终于有人说真话了。我也总把桌子理乱，原来不是只有我这样。当你不再把权威的秩序当成必须遵守的真理，反而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混乱解法。3. 和混乱做朋友的3个小练习，从对抗到合作。看到这可能有人会问，那难道我们要彻底放弃秩序吗？当然不是，秩序是工具，我们要用秩序，而不是被秩序用。书里给了3个和混乱合作的小练习，我把它叫做混乱友好3件套。你们今天就能试试。练习1，正念吃1颗糖，学会活在当下。找1颗水果糖，别选太硬的，先拿在手里闻闻味道，再慢慢放进嘴里，不要咬碎，感受糖在舌尖融化的过程。甜吗？有没有水果的香气？舌头有没有碰到糖籽的碎渣？这30秒里，别想任何事，就只是吃糖。这个练习的本质是帮你从未来拉回当下。我们之所以焦虑混乱，是因为总在想接下来要做什么，如果搞砸了怎么办？而正念吃糖能让你意识到混乱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提前预判的混乱。练习2，把我搞砸了改成我试了一下，重新定义失败。我之前做蛋糕翻车，第一反应是我真笨，连蛋糕都做不好，结果越想越委屈，干脆把蛋糕扔了。现在我会说，我试了新的配方，糖放多了，下次可以减10克。失败不是秩序的敌人，而是混乱给你的提示，它在告诉你，你的秩序不符合世界的真实。比如你做 PPT 被客户打回来，不是你能力差，是客户需要的不是形式，是重点。比如你整理衣柜越理越乱，不是你不会整理，是你的分类方法不符合你平时的使用习惯。把搞砸当成试错，混乱就变成了帮你优化秩序的助手。练习3，找一群一起混乱的人，连接能消解焦虑。书里讲了个社区领袖的故事，他所在的社区本来特别冷漠，大家都关着门过自己的日子。后来他组织了混乱下午茶，每周6下午，大家带点自己做的食物，不管好不好吃，在社区花园里聊天。慢慢的，有人带了烤焦的饼干，有人带了没煮透的饺子，大家笑着吐槽，我昨天煮面把盐放成糖了，我昨天洗衣服把红色和白色混在一起，全染成粉色了。最后这个社区成了全东京最有温度的社区。我把这个方法用到了我的朋友圈，建了个混乱日常群，每天大家分享今天搞砸的事。有人说今天上班迟到，因为地铁坐反了，有人说今天煮奶茶，把牛奶煮糊了，还有人说今天给猫剪指甲，被猫抓了3道印子。本来以为会互相吐槽，结果大家都在说哈哈我上周也这样。我教你个办法，下次剪指甲之前先给猫喂零食。原来不是只有你在和混乱较劲，大家都一样，而连接能让你发现，混乱不是你的问题，是生活的正常状态。最后，其实我们要的从来不是消灭混乱，而是和混乱共存的勇气。鱼不存在这本书读到最后，我突然明白，所谓鱼不存在，其实是在说我们的秩序不存在，世界本来就是混乱的、复杂的、不可预测的，而我们的秩序只是为了让自己安心的童话。但童话之所以美好，是因为我们知道它是童话，而痛苦之所以产生，是因为我们把童话当成了真相。如果你今天有点被戳到，不妨试试这3件事。1. 明天早上留10分钟，随便翻2页书。2. 下次搞砸的时候，说一句我试了一下。3. 找个朋友，聊聊你最近的混乱日常。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，一定要点个赞，让我知道你也在和混乱和解。评论区聊聊，你最近最想尝试的混乱小练习是什么？是留10分钟乱逛，还是把搞砸了改成试了一下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下次我们接着聊怎么用混乱思维搞定职场里的形式主义，或者怎么用不按计划来的方式过周末。我是书海时光，我们下次见。